津巴布韦是位于非洲东南部的一个内陆国家。早在13世纪，南迁的班图人在今天津巴布韦的土地上建立了莫诺莫塔帕王国，给世人留下了著名的大津巴布韦文化。到15世纪中期，莫诺莫塔帕王国国力达到顶峰，控制了现今津巴布韦的大部分地区。津巴布韦这个名字就源自该国东南部的一座中世纪城堡。津巴布韦在班图语中意为石头城。至16世纪初，莫诺莫塔帕王国因内战陷入分裂，这为葡萄牙人进入该地区创造了条件。与葡萄牙的一系列战争导致莫诺莫塔帕王国在17世纪初濒临崩溃，这为罗斯维帝国的崛起创造了便利。依靠军事、政治和宗教的发展，罗斯维帝国用武力于1683年将葡萄牙人赶出了津巴布韦高原。1821年左右，库马洛家族的祖鲁将军建立了恩德贝莱王国。恩德贝莱人一路向北进入德兰士瓦，留下一片废墟，开始了被称为姆菲卡内的大规模破坏时代。到了1838年，恩德贝莱人征服了罗斯维帝国。到19世纪后期，为了掠夺更多原材料，西方列强加大了殖民非洲的力度。1884年，西方列强在柏林召开了瓜分非洲的会议。当时的津巴布韦面对外来殖民侵略，丝毫没有招架之力。觊觎掠夺当地财富的英国商人罗德斯，于是在1888年对当时统治津巴布韦的国王进行了游说。罗德斯成功骗取后者签订了条约，获得了其境内的开矿权。不久，罗德斯又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授权，在当地成立了英属南非公司。1895年，英国南非共和国委员会为纪念罗德斯，将该地命名为罗德西亚。1898年，南罗德西亚成为赞比西河以南地区的正式名称，这就是现今津巴布韦所在地。英国在当地确立起殖民统治后，迅速重新分配了土地，发现上当受骗后的津巴布韦土著居民随即发动了反抗。1923年9月12日，英国正式宣布吞并南罗德西亚。二战以前的南罗德西亚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二战爆发后，因国际贸易受到战争影响，白人政府于是决定实现工业化。殖民地的建设吸引了大量英国以及欧洲白人的涌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国将津巴布韦大量的土地用来安置白人退伍老兵，而黑人老兵仅只获得口头上的奖励。与此同时，大量白人的涌入使得黑人被赶到了条件更为艰苦的地区。进入50年代后，南罗德西亚开始和北罗德西亚合作开发铜矿。1953年，不顾非洲人的反对，英国将南北罗德西亚与马拉维合并，组成了命运多舛的中非联邦，其中南罗德西亚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全球反殖民化浪潮的兴起，英国政府试图给予当地政府更多的自治权，来延续自己的殖民统治。为了缓和非洲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英国试图给予当地原住民更多的权利。此举遭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抗议。在北罗德西亚宣布独立并更名为赞比亚后，南罗德西亚在当地土生白人总理史密斯的领导下，于1965年单方面宣布独立。南罗德西亚独立后，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1966年12月，联合国应英国的要求，对该地实施了贸易禁运。在此前1年，苏联已向津巴布韦人民联盟提供了军事援助。在与津巴布韦白人政权经过一系列的正面战斗之后，70年代津巴布韦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争。为了保证白人利益，英国政府将农民全部赶到规定的地方集中，以此来阻断当地人与游击队的联系。面对巨大的战争支出，英国以宗主国的身份于1979年9月在伦敦兰开斯特大厦召开了会议。之后，白人政权同意进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作为交换，时任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穆加贝同意在津巴布韦议会为白人保留20%的席位。他还承诺通过赎买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尽管白人群体有西方的支持，但由于长时间的种族歧视，导致他们缺乏黑人群体的信任。最终，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黑人将选票投给了穆加贝。穆加贝当选后，将国名从罗德西亚改为津巴布韦共和国。独立之初，津巴布韦是南部非洲第2大经济体 ，GDP 增长曾连续2年达21%，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GDP 增长率的3倍。
当时津巴布韦每年都要出口大量的粮食、水果、蔬菜，因此被形象地称之为非洲面包篮。在津巴布韦独立后的最初20年里，津巴布韦汇率甚至与英镑持平。随着苏联的解体，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不再需要扶持亲西方政权，因此逐渐停止了对津巴布韦的援助。再加上津巴布韦卷入了邻国内战，进入90年代后，津巴布韦的财政逐渐出现困难。津巴布韦为偿还80年代外债，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作为条件，津巴布韦放宽国家干预，削减了福利补贴，这导致津巴布韦食品、燃料、医疗费用价格急剧上涨。因终止实施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将得不到相应的援助资金，津巴布韦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1992年初，南部非洲数十年一遇的旱灾，使得当年玉米产量减少近90%，素有南部非洲粮仓之称的津巴布韦不得不进口粮食。津巴布韦因此被冠上了世界上经济运作最差的国家的外号。1997年8月11日，300多名老兵迫使穆加贝提前终止了独立日全国电视演讲，并于8月21日向穆加贝发出最后通牒。他们宣称，如果在1998年7月之前得不到土地或补偿，他们要占领白人的农场。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穆加贝开始采取行动。在当年9月举行的津巴布韦人民联盟高层会议上，穆加贝宣布通过征收5%的所得税和2.5%的营业税的方式，向每个老兵一次性支付4100美元，并于1998年1月起每月向每个老兵支付160美元。虽然津巴布韦进行了初步的土地改革，然而由于政治的腐败，这一期间的主要受益者是黑人权贵。到了2000年，参加过独立战争的战士已到退休年龄，纷纷向津巴布韦政府提出分地要求。2000年3月，在穆加贝默许下，津巴布韦老战士强行占领了1200个白人农场。尽管白人农场主在上诉到津巴布韦最高法院后获得了胜诉，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土地被黑人所抢占的命运。这导致大量白人农场主纷纷选择出走津巴布韦，而新获得土地的黑人又缺乏耕种和经营农场的经验，这严重影响了津巴布韦的经济。与此同时，津巴布韦侵占白人土地的做法惹怒了英国主导下的英联邦，并被后者开除了理事会成员资格。穆加贝一怒之下，于次年宣布津巴布韦退出英联邦。由于对白人的迫害太过严厉，以及在选举中明显使用了不正当手段排挤对手，穆加贝受到了西方国家的一致谴责。之后，在英国的主导下，津巴布韦受到了经济制裁。到了2008年3月，津巴布韦通货膨胀率达到100500%，这造成曾是南部非洲产粮大户的津巴布韦有1/4国民处于严重的饥饿之中。2006年，津巴布韦发起名为“日出行动”的货币改革运动，其核心是将旧货币按1000:1的比例换为新货币。由于新旧货币兑换时间非常短，这导致偏远地区保留了22%的旧货币。2007年，穆加贝政府干脆宣布，任何涨价的人都会受到逮捕。这一年，津巴布韦发行了面值为100万亿的货币。津巴布韦发行的100万亿面额新钞，实质上仅价值25美元。最终在2009年，津巴布韦本币因价值趋近于零而崩溃。2009年，津巴布韦政府顺应市场潮流，宣布暂停本币流通，以美元为流通货币。2014年，津巴布韦又接受8种外币作为流通货币。不论是恶性通货膨胀、废除本国货币，还是政治危机，都没能撼动穆加贝的统治。2017年11月6日，穆加贝解雇了他的第一副总统姆南加古瓦，这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即他打算任命他的第二任妻子格雷斯为继任者。格雷斯正式步入政坛后，相继指任副总统穆朱鲁和接任副总统的姆南加古瓦野心推翻穆加贝，致使两人被解职。得到民盟青年团支持的格雷斯在2017年的一次讲话中，甚至公开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接替穆加贝成为总统。在姆南加古瓦被解职后不到2周，军方发起行动，软禁了穆加贝和格雷斯。22日，执政长达37年的穆加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对当下的津巴布韦而言，如何扭转经济不利的局势是当务之急。
因此，姆南加古瓦执政下的津巴布韦逐步开放了本国的投资限制，同时他再度谋求与国际合作。